我目前的话5台，我中国是5台，我那台最早的那台进博物馆了，因为这个东西08年元月份到的嘛。这个机子大多人说这一台机说你那用不了1年，我用了10年还好好的。去年我们西安工厂和这边都是同时买2台大族的，这2台说实话还费了好大的周折，没有要求，空气切割不刮渣。当时把李经理把专家们也整了一把，最后咱们总算是把这个样品打得很好，所以说大族还是很牛的。你说机遇吧，钣金是个大行业，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越快，咱们机遇越大。钣金做得好，叫做形成钣金的艺术品，可以做得很精细，很精细。那么现在人就要有功能，还要漂亮，而且还要感觉到很舒服。舒服是工艺上解决的问题。我们1年的研发费也投了不少。你说这个挑战也是蛮挑战的。你看我们1年的话，外协量要几百万呢，我们有很多下料这块也外包了不少。如果是真正要把我们干完的话，还得4台机子。这么多年15年，我给咱们提了很多想法。一个是设备必须符合环保的要求，你的切割烟雾粉尘怎么样去把这个处理好？特别还有一个机子的寿命，这个切割机切割的烟负压的时候，切板上你怎么样把它用一个圆环的压下去，让它直接抽出？它的切割片、切割头都是一个影响。因为咱们的规模在这儿，咱们这个强，在产品的这个先进性上，跟咱这个品牌要更互相的匹配。我说这个话可能就有点对大族的偏爱，但是大族做的确实不错。我公司主要是以钣金加工为主，主要是与斯莱特是个战略合作，柜体的组装方面的钣金件全部是由我们弗里德这边来生产的。这个是2022年购买的。为什么当时要买这个激光切割呢？因为我们以前的生产主要以试冲为主，冲下来以后折弯。现在由于斯莱德这个产品的种类不停的变化，不锈钢、铝件还有那个异性件特别多，我们这个输冲无法满足这个要求，就是为了能达到自己生产快，自己生产，我们老板就和你们那个大族联系了。因为虽然是钣金厂家很多，但是这个生产的质量方面还是比较粗实，他们对这个产品的要求质量还是越来越高。但是我们为了满足他的要求，必须要投入到高精端的设备。所以说这个大族激光对我们胡总来说，是当时在国内来说，这是最看好的设备之一吧。在这个激光切割，我们西安工厂使用方面来说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从这个操作呢，还是比较简便，切制了活码，基本上都能达到那个斯莱德这个要求。我们是10次使用你们这个激光切割，你们从这个配套服务方面嘛，我们还非常感谢。从汽车这个机子的安装、调试，到后期的售后服务，作为你们的李总，还有这个售后服务的陶工，都非常细心，我们非常感谢。我觉得大族在他们国内是 OK 吧，这个。祝福咱们大族，咱们亚洲的品牌，咱们全球的品牌，也咱们全国的品牌走得越来越好，为社会领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。